那么第二个案例呢，也是一个显性痛点。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地毯厂，地毯厂可能没有赶上好时候，投资有点晚了，14年投产。那么这个地毯呢，跟着房地产形势走，房地产形势好，它这个地毯就卖得好；房地产形势不好呢，这个地毯可能卖的就一般。那么这种地毯这种产品呢，识别度不高。比方说这个地下装的地毯，铺上去以后是什么牌子的不知道。我们去思考，我们学习的学员也思考，我们凡是家庭装修超过3年以上的，思考一下，当时你装修的时候买的是谁家的地板，谁家的地砖，谁家的壁纸，谁家的地毯，谁家的橱柜，谁家的灯，谁家的床垫，谁家的窗帘，请问你还记得它是什么牌子的吗？我问过很多人，大部分都忘了，买的时候记得，用了一段时间忘了是什么牌子。那么这种产品怎么去定义它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商品的2种属性，一种叫消费品，一种叫中间品或者工业品。什么叫消费品和中间品？比方苹果手机，它就是一个消费品，直达消费者的。那苹果手机摄像头是谁家的呢？很少有人去关心。电池是谁家的呢？没人关心。那么这个就是中间品。比方说这个衬衣是什么牌子的，你可能从这个 logo 能看出来，但是它扣子一定是它生产的吗？未必，可能是第三方生产的。但是什么牌子呢？好多人不知道。那么中间品天生就是一个为别人做嫁衣的这么一个角色，专门为了成就别人。你比方苹果摄像头，当然了，我们今天好多传统的生产制造企业就是做中间品的。以这个电视为例，这个电视什么牌子的啊？可能是定制的，给挡住了。它的屏是谁家的？电源、变压器、喇叭是谁家的？没人去关心它。所以我们在学习的学员，你就思考：如果你是中间品，如果你的下游活得很滋润的话，恭喜你，你会相应的滋润。如果你的下游悲剧，你也跟着遭殃。包括说做手机供应链的，那么说有的手机牌子，好多牌子慢慢做没了，好多上游供应链连货款都要不回来。我们今天好多生产制造企业就是这样的，你给下游做供应的时候，你提前把货赊给人家了，结果下游倒闭了，你就死那儿了。当然，那个苹果做供应链可能日子还好过一些，为什么？苹果它的溢价高啊，它有利润呢。说一个苹果手机买5、6千块钱，它成本才1000多块钱。但是今年听说苹果苹果7啊，它的起跳价格也下降了啊，起跳价格也下降了。你看这个才256G才卖到不到7000块钱，刚出来我们还可能有点抢购。那正常可能得卖到8、9千，为什么它价格往下降？他觉得他现在如果价格太高，它的竞争力也在下降。那么它对上游的要求，今年要求整个供应链把供应链的价格整体下降10%，它的供应链也提出了很多要求，所以它是没有中间品，你发现它是没有话语权的，下游让你降，你就不得不降，不降它把你换掉了，因为谁也不知道这里面摄像头是什么牌子的，没人去关心，所以这叫中间品。那么其实在消费品和中间品背后，我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类，叫半中间品。什么叫半中间品？它是介于消费品和中间品之间。以家居建材行业为例，你买这个地板、这个地砖、这个地毯，你买的时候是什么牌子？买的时候它肯定是个消费品，买完了铺上去了，不知道了，不知道什么牌子了。买的时候记得，用完以后忘了。并且这种产品什么特点呢？购买频次奇低。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家里没事老买砖吗？老买壁纸吗？老买窗帘吗？如果你是干装修公司的，有可能；如果你不是干装修公司的，你不可能老买呀。那么这些产品，地板、地砖、窗帘、地毯、壁纸，这些产品要不要打广告呢？经济形势好，房地产形势好，他们天天上央视打广告，但是现在最近低调多了，不打了。为什么？购买频次低了，打的广告可能不够本，打广告的方式都改变了。但是不打不行，他们真是叫打广告找死，不打广告等死这么一个局面，整个行业很痛苦，整个行业有严重的产能过剩。我们定义可能至少有30%，家居建材行业30%到50%的产能过剩。
这就是现实，严重的产能过剩，一窝蜂而上。这有好多家居建材行业，说实话，它的门槛很低啊，没有什么行业门槛，谁都可以干。所以这些产品购买频次又低，买的时候知道什么牌子，用完不知道什么牌子，他们怎么打品牌？有没有一种低成本、长期能够打广告的形式呢？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给昆图来重新给它定位，来解决一个显性痛点，找到用户的显性痛点。当然，这个用户的显性痛点主要是基于一个家居建材行业，找它的行业痛点来提供解决方案。那过去它生产大块地毯，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大脑里边记住的地毯大概是什么牌子的？我问过很多人，好多人说什么牌子，哎，想不起来，的确想不起来，因为你不是经常购买的一种产品。广告打多了，购买频次低，它是这个支出和收入是不匹配的。那广告打最多的产品什么属性？要不是消费品，天天要用的牙膏、洗衣粉，要经常要吃的。第二，暴利产品，贵的酒、汽车啊，奢侈品，它有足够的利润来支撑它。要不就是快消品，消费频次高的。这种消费频次低的，它打广告的确是要找到一种新的传播路径的。再上央视这么高举高打，的确是很难受的，这是现实。所以这些家居建材行业他们才痛苦呢，想打广告打不起，不打东西卖不动。那我们本来它也是个家居建材行业，做地毯的嘛，我现在帮它跳出来，重新来定义，把这个产品找到一种新的形态，来变成客户的刚需。那么，如果以前房地产形势好，那你好好卖你地毯没有问题，整个行业走下坡路，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以出奇制胜，找到一条新的路径呢？我们重新来给它定义了。比方说，我们服务的一个壁纸品牌叫欧陆蓝壁纸，那壁纸这个产品属性也是这样的，购买频次不高，贴上去以后就不知道是谁家的，一样的道理。他们渴不渴望打品牌的？渴望打，打不打得起呢？贵。所以怎么样打呢？我们给欧陆蓝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品牌传播方案。比方说，欧陆蓝每卖出一份壁纸，啊，它一卖可能要卖出几十个平方，它每卖出一份壁纸，我们就由昆图给它做2块定制的广告地垫，也不太大啊，做2块地垫送给用户。我们今天好多企业给用户提供礼品和赠品，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雨伞和杯子，我觉得太 low 了，一点创意都没有。雨伞发给用户，用户他家不可能天天下雨啊，像北方、南方可能下雨多一些，北方可能就不怎么下雨啊。再个广告伞，讲究的人不打，打的人不讲究。杯子更不用说了。你们去观察一下，身边有多少人在用广告杯？你的杯子太贵，你送不起；太便宜的，客户档次高的他不愿意用，接档太低，好多转手就送人。所以我们今天好多企业送的礼品做的全是无用功，浪费钱没用。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只要你买我一份壁纸，我送2块定制的广告地垫。这2块地垫成本多少钱呢？不会超过30块钱。但是你给用户送了2块定制的地垫，他要不要摆在家门口呢？哎，他会摆在家门口。欧陆蓝，欧洲无纺壁纸典范，经销商电话打往门口一摆，因为都是新小区，可能都在装修，可能和老房子翻新也没问题。你把这个地垫摆在他们家门口了，是不是相当于把他家门口变成你的广告呈现的地方了？那么这个单元的上上下下的，你家进进出出的人，这1年是不是每天都要看到欧陆蓝壁纸的广告？是不是最低成本的传播途径？1年365天，才不到30块钱，一天1毛钱的广告费都不到。但是你知道它影响多少人吗？比央视便宜多了。一个小区假设有1000户，你把这1000户占满，不会超过3万块钱。你把这1000户占满，不会超过3万块钱。但是你知道你要影响人家1年呢，还有比这更便宜的传播方式了吗？没有了。所以我们推出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卖的是真好啊。我们找到几个家居建材的集散地啊，因为我们在临沂、山东临沂服务的客户特别多，山东淄博，包括济南，当然广东我们还没有去啊，我们下步会进入到广东。
那么这个产品它就一下就把自己的这个地毯定制地垫变成客户的刚需了。那以前14年我们在服务之前，它是基本是没有什么销售收入，销售收入可能甚至很少啊，不怎么挣钱或者挣不了钱，赔钱。那我们通过这个转型以后，找到成为行业的解决方案以后，这个企业今年我们利润是很可观的，数字就保密了啊。反正我们上半年就完成了全年的计划，我们下半年可能整个全年完成的收入会是整个计划的2倍，翻了1倍。当然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觉得不怎么会卖得这么好呢？但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找到行业的刚需的痛点了。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企业是在沈阳，当时在有次课堂在分享的时候，啊，我们昆图定制地毯的，我们昆图定制地毯的高总上台来做了一个客户见证的分享。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台下的有一个听课的啊，一个叫贵夫人皮草，他听了他觉得有点意思啊。他们贵夫人皮草经常给用户送杯子送雨伞，真的是没有用。当时一兴奋，当时听了将近10万块钱的货，干什么？他只要是买贵夫人皮草的用户，我就送2块。当然那个地垫就贵了，我们用的是手工编织的地垫，那的确是不一样，很漂亮。只要你买我的皮草，我就送2块手工编织的地垫，上面打着贵夫人皮草。有电话。你看买皮草，从消费心理学来说，买皮草是为了怕冷吗？还是为了显摆呀？很多人说当然是为了显摆的，怕冷穿棉大衣、军大衣最好了，大衣哥一样，那个有用。皮草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为了面子。但是你不可能一年4季穿在身上啊，一个冬季你能穿几个月啊？那夏季春季怎么显摆呢？我们发现你摆个地垫就符合人们面子的心理，把地垫铺在家门口，等于你告诉所有来来回回的人，我们家有贵夫人皮草。大家觉得这有点意思了。当然，我们一个成功的企业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一定要学会聚焦。包括我们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区里边，你看开始我们在沈阳一个小区，中国联通，他发现这个有意思了。他们以前呢，在小区里面，3大运营商都在抢宽带用户，最 low 的方法就是贴 A4 白纸，什么宽带快，什么宽带快，没意思，你贴我贴你，贴到处是牛皮癣，没档次。后来联通一看，我们创新一下，给每一个装了联通宽带的用户，给他发一个地垫，联通就是快，摆在脚底下，天天能看得着，他也不会轻易换，也不会被人覆盖。后来中国移动发现，这个有意思，和中国移动也发，当然他们发来发去是跟我带来买卖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根据家居建材行业产能过剩的这么一个特征，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品牌传播方案。应该说，没有比这更便宜了。它既是一个礼品，又能打广告啊，又能打品牌，把千家万户的广告，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把你的广告铺到千家万户门口，便宜，没有比这更便宜了。并且它这个广告的方式呢，和电视广告还不一样。电视广告是什么？线性传播。什么叫线性传播呢？比如今天晚上8点钟上央视打了个广告，到那个点就放，过点没有了。那这个广告叫什么？非线性，摆那儿一直都有，就放到互联网上一样。那互联网你还打开去看，你要主动推送到客户面前，那做百度竞价，你成本又太高了。那这个呢，摆在你家门口不得不看，特别是刚开工的小区，刚开始入驻的小区，那这个传播效果是特别好。我们帮助我们的很多家居建材行业提供了这么一个低成本的传播方案。所以通过这个企业，当时也是觉得投了3000万建了一个工厂，当时也是找不着出路啊。按照传统的方式，你生产地垫这么去卖，生产地毯去卖，其实很难。但是我们稍微把大块切小块卖，有点意思了啊。所以从商业模式创新上来说呢，他们也有个最简单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啊，说一堆烂水果怎么卖？一堆烂水果明明是不值钱的，但是你把它皮去掉，把烂的挖掉，切一个很漂亮的果盘，它就值钱了。所以我们卖地毯大块不好卖，我们切小块啊。当然小块的前提，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行业的痛点，找到用户的痛点。那么这个我们为家居建材行业就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传播方案。当然我们在材料在工艺上我们不断在创新。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它的生存的根本就是研发和销售，你的研发和销售都是基于客户痛点。那比方说我们的材料上通过硬软的，我们还有6色支硬的有厚的，还有纳米抗菌材料的，还有防丢的、防盗的等等等等。我们不但在功能、在材料、在工艺上去创新，满足不同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同样铺地垫，那有的客户可能要便宜的、耐用的，有的要耐磨的，有的小孩他还要防防菌的等等等等。我们做了很多创新。
我觉得做品牌啊，这背后呢，你找到用户一个痛点，它不是一劳永逸的。用户的痛点，它是不断在延伸、进化或者分化。以滴滴打车为例，那最早的滴滴就是专车嘛，滴滴专车，或者滴滴专车它又分了，有滴滴专车，有经济型、有舒适型，还有尊贵型。看它细分了3个客户群体，它好的有宝马、奔驰啊，中档的有帕萨特，那差一点呢，可能有什么那个10来万的车啊。那后来它又往下细分了啊，在专车背后又分了一个快车，便宜啊，就满足更多人群的需求。因为北京出租车的运力是不够的，包括说北京出租车在高峰时期好多不愿意出来，让人打不着。那有了快车，满足更多人的出行需求。那还有滴滴巴士啊，滴滴巴士你可以坐那种大巴也方便，还有很多啊，还有滴滴代驾啊，滴滴顺风车，它就不断的往下去细分。所以今天找到一个痛点，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不断往下去细分，不断的创新。而细分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屏蔽竞争对手，不要让人随便能进攻进来。所以你找到一个痛点，你可能在一个时期挣钱，你也不要得意忘形。记住，当你把一个模式、一个痛点找准了，你在市场上攻城略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当于你在明处，你在暗处有多少无形的竞争对手，你是不知道的。但是记住，它一定会存在。你要想一想，你怎么去屏蔽它，怎么去拉高你的行业门槛，怎么建立护城河？那你要不断的创新。那么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显性痛点，接下来给大家分享隐性痛点。什么叫隐性痛点啊？就是隐藏在背后的痛点。那么以案例为主，实际上在餐饮行业，它的显性痛点就是吃饱啊，就是吃饭。那么这个吃呢，所有的餐饮行业都能满足。当然了，那不同的客户群体在满足吃背后的，它有哪些隐性痛点呢？那我们比方说对餐饮行业来提炼关键词，其实所有行业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学着去尝试。在满足表象的背后，比方说我们的装修装饰行业也是这样的，装修嘛，表面上就是把装修保质保量完成，但是隐藏背后的痛点是什么呢？餐饮行业是这样的。那我们去找规律啊，找规律。餐饮行业背后隐性痛点的规律，吃饱饭是刚性需求。那不同的人对吃，他关注的价值点不一样。好，比方说餐饮行业，服务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比方说环境是一个关键词。比方说口味是个关键词。比方说价格是个关键词。你发现这个就是隐藏在背后的隐性痛点。那不同的人他关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谁会最关心服务呢？谁会关心环境呢？比方说我们要请一个重要的领导，政务要宴请啊，公务宴请，请一个重要的领导吃饭，相比较来说，这4个要素哪个排首位呢？有人说环境，环境是最重要的要素吗？如果你请一个重要的领导吃饭，环境是很好，但是服务员脸色不好看，你认为这顿饭能让别人吃得满意吗？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吗？所以在同等条件下，环境只是一个硬的指标，那么比环境更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软性指标就是服务。你环境差一点，但是服务的态度好一点是可以弥补的。你环境再好，服务不好，那就废了。所以公务和商务宴请，它的隐性痛点是什么呢？就是服务。那穷人吃顿饭关心什么呢？价格。那比方说口味，谁关心口味呢？那么说屌丝啊喜欢好吃，小资喜欢环境。那么不同的人他关注背后的要素是不一样的啊。那比方说从价格排序来说，同样吃顿饭，公务和商务宴请人均客单价格最高啊，朋友聚会客单价格第2，宴会或者家庭基本上排第3，个人自己吃顿饭那可能就排第4了。所以这是隐藏在餐饮行业背后的服务和环境啊，这4个关键要素的罗列，它不同的人关注的要素是不一样的，我们学会去区分。所以你的餐饮行业你定位很重要。那有没有可能说它特别好吃，但是它服务又特别好的，有没有呢？
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发现特别好吃的地方，可能它的服务就不一定很好了。比方说我们在那个望京1号啊，这个地方好吃，只有3道菜，一鱼两吃，一鸡两吃，一兔两吃，从来不打广告，口味好。当然，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倒觉得不是，可能一般吧，也不是特别不好吃，可能一般，相对比较一般。但是有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地方，也许它的菜的视觉效果好啊，满盘子的红辣椒啊，那个花椒看着很过瘾。那么它那个地方生意特别好，你稍微去晚一点，车都没地方停，特别偏的一个鬼地方，找都不好找，导航都找不着的一个地方，村里边啊，北五环外边，东北五环不好找的一个地方。那么它这个地方不好意思，没服务，包房是没有的，服务是没有的，要东西自己上前台去取，发票没有的，环境村里边环境好到哪儿去，烂糟糟的，但是就是有人吃，它口味啊，价格也不算太贵。那么服务好的地方，服务特别好的地方，它好不好吃呢？也未必了。那比如说海底捞，它服务特别好，那难道海底捞就是最好吃的服务、最好吃的火锅吗？啊，也不一定啊。那比方说，在我们现代城啊，大望路那旁边有一个冒牌货冒菜，诶，我觉得它那个地方就有点意思了，它好吃，它环境呢倒一般了啊，那个服务呢还将就啊。比方说我们在喝点红酒，找个醒酒器是找不出来的，它没有啊，它就这种啊，它以好吃为主。所以海底捞是打服务为主，它不可能说4个要素同时都兼备，那就不对了。那比方说3星级酒店和4星酒店和5星酒店的区别，那它不仅仅是价格的区别，它是服务的区别，硬件上差别不太大。那北京的5星级酒店和我们到一个县城里面去住的5星级酒店啊，那可能硬件上县城里边的面积绝对大得多，但是价格便宜，服务基本上没法比，那不在同一个级别。那比方这次我们去咸宁下面一个县城住了一个不知道几星级，也许是4星级，也许是5星级，很大一个房间，大套房啊，可能有100来平啊，有套间。第一天晚上我到11点，我突然发现有问题，睡不着了。什么情况啊？他那个我的上一层就是整个大楼，因为这个楼比较高，有几十层，我们刚好上一层是那个设备层，空调机房，共振呜在那儿响。哎，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住套房给我安排了一个刚好在设备层那个房间呢？晚上调房间还没有，调不着了，说整个客满怎么办？他委屈一下吧。后来我就把我的房间去和我助理换了一下，让助理住了我的大套房，我就住了一个标间。为什么？那个房间安静。第二天晚上又换了一个套房，一进套房我发现又有问题了，它吵是不吵了，卫生间很臭啊，有异味啊，这是要命了。你说它的环境那么好啊，整个硬件设施那么好，价格贵不贵我当然不知道了，但是它的服务真的是很有问题。这个异味发现不出来吗？第二天早上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准备我要退房了，收拾东西发现把我的一个洗漱用品给弄丢了，打电话找前台找服务员过来，我说谁收了房间呢？他说我说怎么了？什么事吗？我说我东西掉了。什么东西啊？哦，不知道。我说我就生气了，我说把经理找过来。经理找过来了，先生，听说你丢东西，丢什么东西？我说丢了一个小洗漱用品。他是吗？啊，他不敢确认，是吗？一下我就生气了，我说算了，赶紧走了，跟讲不清楚道理啊。所以这个酒店到了星级以上，我们不是说它的硬件环境基本上都差不多了，但是服务的软性的东西里边到底是千差万别的。那比方说我们出去住酒店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出去住酒店，晚上吃个水果，想吃个梨啊，你看你要住那种快捷酒店7天或者如家这种酒店，房间肯定是没有水果刀的，要上前台借个水果刀，医院告诉你不好意思先生没有。到3星酒店我要水果刀，基本上可能半个小时以内送上来。4星酒店可能10分钟，5星酒店基本上2分钟之内，这就是服务的差别。所以这种服务背后它有很多隐性的东西啊，它当然不同的人他关注的点不一样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去做服务业，特别今天讲的就是在隐性行业、隐性痛点的背后的服务业里边，你要去细分客户群体的需求。比方说我们经常住临沂的一个博尔曼酒店，同样是5星级，它和蓝海、临沂的5星酒店也不少，我基本上住了一个遍。我就发现你博尔曼这个酒店和地理位置的关系，它的整个面积不大。你像新南海花园式酒店，可能占地上千亩，到处都是景，有假山有湖，很漂亮，适合搞大型宴会。
那么同样是做5星级酒店，一河之隔对面的博尔曼酒店，他怎么办？他没有这么好的环境，他是楼高，那他在服务上他的确下足了功夫，他明显就有不一样。比方说，我在住过那么多5星级酒店，博尔曼的酒店，他的床上用品最舒服，他的被子、枕头、床单永远是最舒服的，比我家里还要舒服。来，他房间舒服，房间不大，但是让人睡眠质量高。它主打睡眠质量，它就是说在服务上进行细分的，找到一个隐性痛点。对那些睡眠不太好的人，我们把博尔曼作为首选。那比方说临沂还有那个陶然居，陶然居也很好啊。那时候我们习大大去临沂曾经住过下榻过的酒店，那个酒店花园式的，它有它的特色，早餐做的比较好。每个酒店都有自己不同的点，也就是说你在细分客户群体的背后，你针对不同的群体找到它的隐性痛点。那博尔曼的酒店，法国人做管理他的管理的确做得很好。我们有一次住那个酒店，晚上吃完饭回酒店了，准备上电梯，不好意思，我们前边有2个人酒鬼喝醉了，他已经进电梯了。我带着助理准备进电梯，突然一个老外个儿比我还高1米多，please wait，不外头话，我跑过来把我拦住了，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说什么意思，叽里哗啦赶过来了，给我一张名片。喝完，他的助理也赶过来了，然后用中文跟我说：“他先生不好意思，刚才有2个醉鬼进电梯了。”为了怕引起你的不舒服，这位先生是我们博尔曼酒店的总经理这是他的名片。他怕你不舒服，他希望你等下一个电梯由此耽误的时间给你造成不便，我对你来赔你道歉我一会儿给你房间送一个果盘。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你看他为什么这个酒店他房价那么高入住率还那么高，就是因为他把服务的细节做到极致了。然后他那个助理亲自把我送到房间，问我有什么需求。我说其实果盘我们一般的，我们到住酒店都会给我准备好了所以我就没要。他说那你还有什么需求，你只要打个电话，我们会给你提供其实就是说把服务的细节做到极致的。所以3星级和4星级、5星级酒店，其实它本身硬件房间硬件它差的不是特别大。那比方说我们曾经还住过在那个烟台娄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边有个顺和5星级酒店，5星级很便宜，硬件真的是没话说，那环境那可能比我们北京的5星级酒店硬件好多了，那整个房间的装修档次环境，但是真是那服务就是一塌糊涂。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午吃完午饭了，我们回房间休息，因为有些酒店它房卡是可以要刷的，有的是要到前台重新再刷一次登记一次。因为那个娄山国家森林公园，它那个顺和国际酒店，它分好几栋楼，那是我们冬天去的，下着大雪我中午吃完饭到房间休息，因为我们的前台那个楼和我们住的那个楼不在同一个楼，我走了很远走过去了，下着大雪那么冷的天，我到房间突然发现那个卡刷不开可能是消磁了，重新要到前台刷一下。我就给他们打个电话，我说中午休息时间你能不能安排那个服务员先帮我打开，不让我再跑过来，来回还走上10几分钟，又那么冷。因为说不好意思，没有服务员，你要进去你自己过来刷。所以像这种它有硬件，光有硬件没有服务它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在服务业里边，它隐藏了很多隐形痛点就看我们怎么去找。但是你不可能以餐饮为例，你不可能同时具备这4个要素你主打一个特点，比方说海底捞就主打服务，有主打环境的，有主打口味的，还打价格便宜。当然我还细分，还打口味还分很多种，那服务还分很多种，环境还分很多种，就是看你往下怎么去细分。你是根据用户场景来定义。比方说你要宴请商务客人，他吃饭，他不一定说他要的说这个菜怎么好吃环境差不多情况下，你要让被请的人有面子。那被请人有面子，那请客的人这个饭他请的就值。所以他有时候讲究的是什么？做一些形式感，不再有多好吃。那上次我们去青岛吃饭很有意思我记得我们曾经服务过的一家企业，那天我这个特征呢比较容易被认出来，但是我有时候去那些酒店吃饭呢，很容易被免单，容易被刷脸。他看超一老师来吃饭了，不好意思收我钱。所以那天我去的酒店吃饭，我就悄悄的带着我2个客户请我吃饭。我说我们去的酒店吃饭，但是不要和老板打招呼，我们悄悄吃，在大厅找个散座我们吃就完了，吃完我们走，免得弄得不好意思免单，好弄得蹭饭似的结果吃着吃着呢，我不知道是哪个服务员把我给认出来了，然后他就告诉他们的那个总经理了我还是这种不知道我吃着吃着，突然他们总经理带着两排服务员，光抬着轿子敲锣打鼓，咵咵咵就走过来了到了我面前，总经理带着所有人鞠躬
啊，热烈欢迎超级老师光临我们酒店，咣敲一下锣，然后一个服务员过来，这是我们老总亲自给你送的一个菜，什么菜呢？说实话，就送了一个果盘，但是敲锣打鼓，抬着轿子，哎，很威风，把整个大堂里边让所有人都在心注目礼，哎，说这是谁那么有面子？当然，这个果盘值多少钱已经不重要了，但是他做的那个形式，哎，让我很有面子。我们那两个客户觉得，哦，老师还是很有面子的，走哪儿看啊，免费吃，你看还给你搞形式感。他这时候把这个面子的心理，你看他做的服务上的一个细节的区分，它也是个隐性的痛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在服务业里边啊，服务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入心，走心，让人有面子。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怎么样去做细分啊，去找隐形痛点，比方足疗的案例。那我们去想，你按个脚，不同人按脚的需求不一样，有人关注什么？按的好不好？说实话，按脚按的最好在哪儿呢？盲人按摩，那人家中医的按法肯定舒服。环境好不好呢？不好意思，没环境，那环境可能是最差了啊。就是基本上，你想你要去那个好点的足疗，那200-300块钱的那种足疗。它的确是有单间啊，有果盘啊，有水果啦，茶随便点呐，点心呐，夜宵随便吃啊，本身按脚的人长得，你看女孩还长得挺漂亮啊，但是你去盲人按摩，不好意思，进门客客气气的先生坐下给你按完了走，舒不舒服？很舒服，便不便宜？很便宜啊。但是你去那个高档的地方，它就很贵了啊。但是真正按的舒服，我一般觉得像我是平时比较喜欢按脚的，就是会去盲人这种地方按的比较多一些，他手法力度直接到位，他专注啊。他看不见东西，他只能靠以这个为谋生，他把它当成自己的职业了。但按脚有没有按一辈子？按一辈子人是少啊，他按不动他就走了啊。你说一个女孩子，她可能结婚以后，可能按到一定年龄，岁数大就不出来按脚了，所以她的那个敬业程度和盲人他是不一样的。那么有时候你要商务宴请的角度来说，你看我们经常很多客户请我去按脚，他一定会找一个最好的足疗店大的，找一个最好的包间那叫面子，叫形式感。当然也不能说按的不好，他也的确有按的好的，但是相比较专业程度来说，那盲人按摩他就按的好一些。所以他有没有说喜欢贪便宜的？有喜欢贪便宜的，就是喜欢到大店里边去搞团购的也有啊。你看那个我们有一个品牌不点名了，他经常就搞团购。说实话，这个团购我们一起尝试过因为我做品牌、讲营销去找痛点，我们会经常去体验各种生活状态去体验。那么这个背后，我们发现那种团购的，他的确的服务就差了。为什么？便宜，来的人多。那足疗师他的力量是有限的，他每天按10个人，可能就是上限的。每天让你来的人多，按15个，因为客单价格又低又便宜，他按的累得要死。没有团购，他按10个脚提成，假设100块钱，你用团购以后按15个脚还提成100块钱，他累了，他就没有动力了所以他这个服务他就去满足那些喜欢占便宜的人。那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足疗里边，它也包含了很多隐性的有的是以治疗为主，有的是以环境为主，有的是以面子为主，有的是以占便宜为主。那在很多行业里边，我们要去学会罗列关键词，比如装修它也包含很多关键词，比方说有人关注你的设计，有人关注你的售后保障有人关注你的材料，有人关注你的价格有人关注你的口碑等等，你往下去罗列这些关键词，每个行业都有很多关键词出来。这些关键词根据你的定位，你到底锁定什么样的客户？比方说，有人来关心你的服务，那同样是做装修，大家看我们在做家居建材行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去研究客户心理。那比方说，我们去思考别墅装修有什么特点？因为住别墅的人，他们装修。他们最关心什么？服务一站式解决，别让我操心。那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装修，他买材料上哪儿去买？家居建材市场、批发市场去买，一点点的去扫，一点点去砍价一家一家的去比。那别墅装修，有钱人装修，他基本上就交给装修公司或者交给设计师，你给我设计好，结果导向。那一般的，我们还装修分包工包料包工不包料的各种形式，它是不同的客户群体，他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急着装修的活不好干，其实很好干，关键你是为谁服务。比方说，你可以主打设计你主打设计师设计漂亮也是一种方法。比方说，有的人对质量不放心，你可以解决售后的问题有的人他天生对人缺乏信任感，你把施工的关键节点让他参与水电线怎么走的让他看呢
啊，有人对你不放心，他怕你偷工减料，所以就是说，针对不同客户的群体，你去找到他关注的问题，并且解决，其实这事儿不难。这样就是说，你在细分领域里边啊，你会越做越踏实。比方说，你主打设计，你一个企业不可能，你设计也好，售后也好，材料也好，价格也好，服务好，它不可能啊。人总是会为自己的服务要去买单的，所以你主打什么，你突出你自己的特色啊，突出自己的特色。所以每一家企业都是这样啊，找到你一个细分领域的客户关心的点，你把它去满足，这就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啊，你会越做越踏实，那就是隐性痛点。